OK， 經過1000公里的油門一拜，看看有沒有粉塵，或者是皮帶有沒有鬆掉。哎呦，是你們俗稱在講的碗工。這個白白屑屑是感覺是磨耗過頭了嗎？還是有這個嗎？對對对，前面是普利盤。對。哦，有點咻咻的感覺哦，感覺原廠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好防鏽處理。這個我會幫你跟公司反映。哎，大家我可以吃。首先呢，我要鄭重的向我的 RDS R165說聲抱歉。我承認，我真的犯了全天下幾乎每一位 RDS 車主都會犯的錯，就是車子還沒來訓完的時候，我就油門一拜。I'm so sorry。所以300公里訓完車之後，不少車友都有千交代萬交代，提醒我至少要冷到里程1000公里，甚至3000公里之後，我油門開度再為所欲為。我就問，到底誰能忍得住？況且 ABS 卻不油門一拜。反正就是出來吹，總是要還的。目前里程來到了1000公里訓車保養，現在就來坦然面對這段時間的油門一拜，究竟帶給 RDS 傷害有多少？保養之後再給大家補充分享這台 RDS R165 1000公里以來的驚人心得以及新的發現。好，請開始你的保養。好，不得不說啊，300公里之後，我的油門下得很重哎。真忍不住哎，因為骑起來都 OK 啦，很 OK 啊 ，OK 啊，只是它的怠速還有比較稍微陡一點點。等下拆一下傳動看看。哦，正有此意，說因為它的動力很大了嘛，然後很多車友說其實3000公里是嗎？那個傳動哦就磨耗的差不多了。有聽說比較會造成打滑的現象，因為動力太大了嘛，還有點負荷不了。一定的啦，真的忍不住了嘛。誰能忍得住？1000公里也是換機油而已嘛。對，1000公里之後換機油。然後還有一般的健檢，怎麼樣？油門一拜下來，那個機油還可以吧？其實油都算還蠻乾淨的。哦。鐵屑的部分也沒有很多。哦。所以還是有鐵屑嘛？第1、第2次一定會有。上次換機油的話是10、40嘛？對，10、40的。如果油門去很凶的話，建議換10、30嗎？這個比較取決於個人。10W50、5W50，它相對來保護性會比較好。10、30、5、30，那它的油門反應會更好。哇！好，那我給我個油门反應最好的機油。好，好，應該是3大廠裡面反應最靈敏的。因為起步衝第一個沒有問題，然後重點是可以搶到很多黃燈。對，這個就差很多了。比如說剛剛市區的紅燈是80秒、90秒，那個。哇，那差很多。像我通勤的話，我剛才平均省下大約有20%的那個時間哦，真的沒有誇張。因為之前有時候就慢一點的話，就等紅燈了，懂嗎？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是還是安全騎車啦。對啦，我是直線油門一拜而已。出來的油，其實它黑色不代表說油很髒還是怎樣，對，它是對引擎面的清潔效果會比較好。一些積碳啊，然後一些比較髒的油污把它洗出来。那這一瓶油的清潔效果就是非常的好。騎得很凶啊，那些車友分享哦，原廠才大約3000公里就可以下課了。後輪自己有遇到，目前看起來应該蠻漂亮的。還有漂亮的嗎？5、6千沒問題。哇，證明我騎的還是太保守了。今天幫你換的是這一瓶。光陽原廠的 G1，那它的係數是5W30，530跟1040比起來，530的反應速度會更快，它會再更稀薄一點。可是就壽命會比較短嘛？对，它會比較短，相對的。反正是每10公里就保養可能都還好。但是其實機車1000公里騎起來其實都差不多啦。你不要說1000公里要騎到2000，那它衰退的效果一定會多很多。OK， 因為主要還是騎市區比較多啦，對，就起步、急加速或者是超車、急加速這樣子。哦，目前是這個顏色的，有點透明金黃色。今天的保養比較簡單。哦 ，OK。然後之後就是會到5000公里比較特別，會多換一個空濾。目前我看起來都很正常，就水溫水都很正常。然後只是那個油表真的是很容易亂跳了嘛。下面就是浮標啊，上面就是電子的，靠電子去接收。那所以它的反應速度會比一般那種指針式的再更靈敏。所以有時候你車子往左往右，那它可能就會差1格2格。對，沒錯。然後我加滿油騎個20公里是嗎？它就掉了1格。對。可是等下騎又回來了。對，又回來了，沒錯。OK， 現在準備看看啦，到底我傳動有沒有被我操爆？目前看來這油封是沒有漏油狀況啊。經過1000公里的油門一拜，看看有沒有粉塵。或者是皮帶也沒有鬆掉，因為其實我對速可達不是很了解了嘛，所以我对它這個傳動其實沒什麼概念呢。反正只要記得它的傳動不是一個很精密的東西就好。哎呦，看起來像新車一樣哎。
那就是代表你騎得不夠暴力啊。對，可是還是有泥會進來，你看到嗎？那個泥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粉塵，因為它畢竟結合的時候一定會產生一些離合器上的粉塵。嗯，哇，皮帶好粗哦，皮帶。对，它本身做的比較寬，因為它當初設計的時候，它是做比較保守上的設計，一點龜裂都沒有。19的，這個是後離合器跟開閉盤。哦，這就是你們俗稱在講的碗弓。這個白白屑屑是感覺是磨耗過頭了嗎？還是有這個嗎？對對对，沒有，它這個是粘着劑。盤面也都吃的還不錯，快接近滿盤了。滿盤什麼意思？滿盤就是皮帶會吃的越外面，那尾數的延伸就是越好。皮帶的話也是都非常的健康。然後前面是普利盤。对。哦，有點鏽鏽的感覺哦。那個是鏽跡嗎？還是有一點油跟一點鏽？啊，等下再幫你做清潔一下。哎呦，感覺原廠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好防鏽處理。這個我會幫你跟公司反映。車好騎，安全就好。這種細節要注重一下，因為怕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會去卡在這上面。哦。那這個一定要跟公司反映啊，它這邊是曲軸，那它本身是會像這樣放在上面的。嗯。那有時候如果因為生鏽，它會拔不起来，所以這一點一定要跟公司反映，對，不然會造成顧客跟車行的困擾。啊，這邊等下我會幫你做一點清潔，然後這邊可能用風槍幫你掃一掃。像对于像我們這種喜歡重油門的車友哦，有沒有建議這種耗材可以改裝啊？這台車後組的話，可以建議你們換一下，因為它本身我覺得碗弓抓的不夠緊。哎呀，我是沒有打滑的現象，可能是新車吧，可能之後有可能，但是應該騎個幾千公里之後，這一台車因為它馬力比較大，所以可能會造成一些大滑，所以會變成說抓不住啦。或是有一些異音產生。好，可以建議你們換個有割線的碗弓，它會在碗弓上面壓花，或者是車一些線，那去讓你對你的離合器皮產生更大的接觸面積，這個摩擦力就會再更大一點，會像你們講的，騎了就彈出去了。像那個，我覺得那個前懸吊有稍微變軟了呢。對，前懸吊大概騎個3、4千、4、5千，其實對你們來講會變得比較更適合一點。嗯，像我記得我之前剛牽車的時候，完全不會點頭按前剎的時候，對，超勇的，對，超勇的。那目前按前剎也不會點頭，不過稍微感到那個壓縮感也比較明顯一點了。應該這樣騎起來比較舒適，對，沒錯，比較舒適。因為它這台車比較特別，是當初在設定它的前後懸吊的時候，是在賽車場裡面，它就是配合說賽車的方式去調校這個懸吊的。像我時常油門一拜嘛，不管是起步還是騎乘中加速，電瓶時常介入，會提早下課嗎？電瓶的部分？其實電瓶它的壽命是靠充放它的循環，那你一直利用你的電瓶，那壽命一定會減少，這是一定的。對，如果說你想要讓它的壽命再延長一點，或者說想要讓它的電推開得久一點，對，那可以換一下電瓶，換一下鋰鐵電池，也是副廠的。對，它原廠沒有做鋰鐵電池，OK，那副廠的話就有一些紅叉閃電 R 開頭的，本身那種電瓶的價位會比較高一點，但是壽命會再翻倍哦，反正都是一樣嘛。快下課的時候都換一換。對，先把不夠再換，先用完。對，沒錯。感謝阿佑的千里保養以及誠心分享。現在我就稍微來補充一些 RTS R165的其他心得。首先，老實說，這次1000公里保養，我本來是有點忐忑，畢竟從300公里首次保養之後，我的油門就幾乎按捺不了，尤其大概在里程600公里之後就開始肆無忌憚，起步基本上都是無限接近全油門，騎乘中也長油門一拜急加速，
當然，我冷風之後又等了大約20-30秒，等到機油打上來，然後水溫表的溫度起來之後油門開度再為所欲為。另外，因為之前看到不少留言都有看到車友的分享，大致上意思就是這樣的起跑會讓 RT 的傳動的部分磨耗很快，這也很好理解。但結果保養的時候傳動室拆下來看，目測下出乎意料的乾淨，就唯獨前途曲軸的部分有一點淡淡的生鏽痕跡，我是有點意外啦，畢竟是相對。封閉的部件接觸到空氣濕氣的機會又相對的低。正常情況下，隨着時間久了，水汽難免會跑進去，遲早還是生鏽。但確實這個比我想中的來得早，因為新車，其實這台車從出廠至今只過了4個月，然後也是車庫車，我也沒騎過車，就是在騎程中有淋過幾次雨。就是騎了1000公里之後，我可以看到整個傳動算是乾淨，沒有嗅到有坑洞或者是有磨痕那一種。其中的部分單純是外觀氧化，不是結構性的問題，功能上應該暫時沒有問題。是說這種淡橘色的腐朽應該算是很常見的情況。表面氧化的話，一般合金鋼只要接觸到濕氣，大概12小時以內吧就會冒出。定期檢查傳動的話，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我不確定RT的傳動是用哪一類的金屬，所以比較難用金屬特質去掌握它的生鏽周期。但也是算是很慶幸啦，有提早發現，不然以我的里程累積速度，等到車友建議的3000公里再檢查傳動的話可能也是一大段時間之後了。最怕的時候真的會出現鏽蝕的情況。但是還是很感謝車友們的提醒，讓我有這個意識。然後怠速抖動的問題再稍微整理過傳動室，用高壓槍吹一吹之後也改善了不少。為何我確定是傳動導致的怠速抖動？因為這次我機油換上了5W30，比上次換的10W40，粘度更低，流動性更強。理論上如果沒有傳動清理的話怠速應該會更抖才對。但是目前我的感受是換了更稀、粘度更低的機油，整台車抖動反而變小了，所以傳動清潔真的有差。重油门習慣下傳動的磨耗看起來真的是首當其衝，特別有感。跟不少車友分享的心得如出一轍。我聽說里程3000公里清理傳動後差異會非常的明顯，但我才1000公里其實就有感了。這樣看起來我的油門真的得稍微再收一點點了。然後再簡單補充一下，換了5W30的機油的心得，加速上真的算是有明顯差異。速度攀升這個部分真是快了不少。我真的發現到RT 這台車真時不時都給我驚喜這種加速更靈敏的節奏越來越符合我的期待，讚讚。然後這保養我想試試看10W50的機油，因為我也蠻好奇高粘度的機油在長途高溫運作，油膜比較厚的情況下它的加速力道會不會減弱？另外我也蠻嘗試其他品牌的機油，還有望各路的RT前輩們多多指教。OK， 總之呢，RT 騎2個月，這1000多公里下來，我應該是習慣它的個性了吧？我會覺得整台車是越來越順手，加速線性的感覺，還是屢試不爽，還沒有膩。除了前懸吊的壓縮阻尼感覺有變軟之外呢，其他感受目前還是跟新車的時候一樣。畢竟它真的還算是新車啦，但我還是會持續去感受它的變化。畢竟是幾乎每天都會騎的車，去感受它的差異變化也是蠻好玩的。OK， 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再次感謝這些日子以來RT的車友們的提醒和回饋，真的很感激讓我少走了很多冤枉路。OK， 我是克里斯，我們下次見，拜。OK， 等磨耗差不多都可以換很多東西咯，像改一些傳動完工電瓶順便到的時候也換一組新的。